我从小就很喜欢吃苦瓜，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却跟我不一样，他们不爱吃苦瓜。今天我就要用苦瓜做2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夏天就是要多吃苦瓜，因为苦瓜是可以消暑的蔬菜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辣妈。现在就赶快来用苦瓜做这2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条苦瓜，这条苦瓜我是在菜市场买的。这期间菜市场的菜都不是很漂亮，难得选的这一条还算 OK 的。把苦瓜的头去掉，把苦瓜对半切，把苦瓜的种子去掉。如果你不喜欢吃太苦，薄膜也可以去多一些。把苦瓜对半切，接下来切大约3公分长的长度，就是把苦瓜切成块状这样子。把苦瓜放入盘中，准备3条面肠，把面肠斜切成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面肠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芹菜，把芹菜的根部切掉，把芹菜的叶子摘掉，把芹菜切碎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准备20克的姜，把姜切片，把姜放入碗中。今天来用一个比较深的汤锅，开中小火，倒入橄榄油，润一下锅子，把面肠放下来。煎煎，翻动一下，让它均匀都沾到油，慢慢的煎至焦黄色。面肠都均匀沾上油了，现在让它慢慢的煎。刚刚大家看到的木头柜子是环安家具的好好叠开放式组合收纳柜，是用橡胶木、实木打造的。因为我们家的厨房收纳有限，锅子又增加了一些，所以我用了环安家具的好好叠来收纳一些我常用的锅子。旁边加了一个 IKEA 的4轮推车放调味料。环安家具的好好叠柜子长60公分正方的设计，机动性高，可以简单灵活运用。23公分的纤细宽度也不会占据太多的空间。我放了2组好好叠，把它叠高起来放锅子和碗盘，也放了3组在客厅玄关处，它的宽度刚好，不会很巨大，让人觉得有压迫感。涂装使用台湾制的 EPNS 环安水性木漆漆，不含甲醛、苯类溶剂、重金属，是无毒环保的，更具有抗菌、防霉等等的特点。我们来看看，变成焦黄色了，可以翻面煎，再让它继续慢慢煎。第2面也变成焦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夹出来。用回原锅，里面还有一些油，就不再加油了。把苦瓜放进来，一样用中小火把苦瓜煎至有点微焦。用炸的也可以，但我觉得用煎的比较省油。让它煎一下，有点微焦了，赶快翻面。翻好了，你应该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比较深的锅子？因为我想说一锅到底，
就不再用平底锅干煎了，直接用这个煎一煎，待会炖煮，就不用再洗多一个锅子了。让它慢慢的煎一下。刚刚我有不定时的翻动，现在已经煎至表面都微焦了，就可以关火，先取出来，煎至像这样子的状态，不用全熟。用回原锅，开中小火，倒入适量的橄榄油，把芹菜放进来，还有姜片，把芹菜和姜片炒香。我切姜片是因为待会容易夹出来，孩子比较不容易吃到。你也可以切成姜丝。现在已经闻到姜的香气了，先来关火，因为锅子还很热。把酱油淋下来，2汤匙的酱油，酥蚝油1汤匙，二砂糖1茶匙，胡椒粉1茶匙，玫瑰盐先放半茶匙，待会再来补。这时候可以开中小火了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。炒匀之后，现在放入苦瓜，快速的拌炒。苦瓜和酱汁炒均匀后，现在放入过滤水，大约盖过苦瓜8分满，拌炒一下。放入1片月桂叶，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煮。我大概焖了15分钟左右。汤汁有比较少了，苦瓜明显也有变软很多。现在放入面肠，翻拌一下，让汤汁再次煮滚就可以了。汤汁再次煮滚了，可以了。好香哦！关火，可以盛盘了。现在来做第2道的苦瓜料理，把苦瓜对半切，用汤匙把苦瓜的种子和薄膜刮掉，像这样子已经刮干净了。你们看，很明显这是刮干净的，这还有薄膜。把苦瓜切片。把山苦瓜放入盘中，准备10克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成细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碗中，把杏鲍菇剥成细丝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0克的姜，把姜切片，把姜片放入盘中，准备一个平底煎锅，倒入适量的橄榄油，把红萝卜放进来，还有姜片，把红萝卜炒软。红萝卜变软了，也闻到姜的香气了。现在放入杏鲍菇，快速的翻炒。杏鲍菇有稍微变软了，现在放入山苦瓜，1汤匙的水，快速的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放入1汤匙的破布子，1/4茶匙的玫瑰盐，适量的白胡椒粉。2砂糖1/4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。现在可以关火起锅，盛盘。
大家有空可以试做看看这2道非常简单的苦瓜料理。欢迎免费订阅我的做菜组频道以及我的日常生活副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